今天开始新疆喀纳斯赏秋之旅。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目标布尔津，中途经过世纪魔鬼城。世纪魔鬼城是国内的5A 景区。傍晚来到了布尔津小镇，在这里邂逅了一场美丽的晚霞。这里是新疆的世界魔鬼城。世界魔鬼城距离新疆的克拉玛依市大约100公里。景区的门票加观光车票62元。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，景区总面积128平方公里，意思是陡峭的山丘。这种松石形成的地貌就被定名为雅丹地貌。看远处的沙丘平台上像不像孔雀？扛着骄傲的景区的交通车是这种小火车，远处像一只雄狮。沿途到处都是栩栩如生的形似各种人物动物的风化石，远处的像海狮又像海豹。景区里目前仍有大片的油田，这是油田的磕头机。我昨天下午还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，晚上坐飞机来到了乌鲁木齐，今天一早就和几个伙伴开始北疆之旅。我们一行5人租了一辆7座的商务车。北疆之旅计划行程是9天。在中国3大亚当中，历届行程期最早，行程期最长。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期，这个世纪魔鬼城是在我们第一天行程中必经之地。景区里有5个停车点，这个是第2个停车点。天长啸像马，看一看。像马吗？在这第2个停车点上有很多的骆驼，骑骆驼在这周边转一小圈150元。这里的雅丹地貌有一个非常像狮身人面像，我们一起找一找。应该是中间这个吧，有点像。景区里有玩滑翔伞的。今天这里的温度大概不到20度。又一个滑翔伞飞了过来。总的来说，这个2号停靠点景色还是不错的，尤其不要忘了在这里寻找狮身人面像。在这里停留了20分钟，我们准备坐车前往3号停靠点。这里的景区车是循环发车的，车里响起了泰坦尼克号的音乐。隽永的爱情故事，杰克和露丝应该已经成为天使，在天上行。这泰坦尼克，这是泰坦尼克大船。看得出来吗？这是艘大船。现在到了3号停靠点，这里拍过很多电影，最著名的是《七剑下天山》。
3号停靠点也是非常辽阔的一片区域，登上高处的平台看一看。你拍照片还是视频？远处像是天下粮仓，在这里待了10几分钟，继续下一站。魔鬼城最著名的象形景点，不管是这个是魔鬼城里最著名也是最形象的一个人形雕塑，叫做魔鬼夫妻。看前面像是一个人的侧脸，一个女子的侧脸，太像了，眉毛、鼻子、嘴唇都栩栩如生。而同样的这块巨石块稍微转一转，又变成了另一张脸，是一个男人的侧脸。由于2张人脸看上去疑似男疑似女，所以我们又称它为魔鬼夫妻。大家手里的门票上，魔鬼城旅游公司标志的设计，只要你想象力丰富，可以发现很多象形的石块。现在来到了第4个停靠点，这里边主要拍过电影《卧虎藏龙》。山谷里有一个长长的驼队，再往前开还有个第5个停靠点，然后就结束整个行程了。总的来说大概2个多小时可以完成魔鬼城的游览。虽然国内有很多雅丹地貌，还有一些丹霞地貌，但这个世界魔鬼城还是值得看一看的。在世界魔鬼城游览了2个多小时，我们继续前往布尔津小镇。从这里开到布尔津今天的住宿地大约3个小时。中俄老码头风景区。我们现在到了布尔津的酒店，我们住宿周边非常像一个俄罗斯小镇。这次我们结伴的几个人对住宿的要求相对较高，这是我们订的豪华标间儿，很大，1晚300。酒店的位置不错，放下行李我们就出来欣赏这个风情街。这个风情街就在河边，是一个俄罗斯风格的步行街，同时也是一条美食街。正好是傍晚时分，让我们在这里散散步。这应该是哪个音乐家吧？俄罗斯套娃。风情街边上就是一条著名的河流——额尔齐斯河。我以前的视频中提到过这样一条河，这是一条中国唯一的流向北冰洋的河流。这条河流也会通向俄罗斯。所以这个地方也叫中俄老码头。河滩上有一组群像雕塑，应该是一群码头工人。远处的晚霞非常美，拉近了看一看，除了天边的火烧云，还有很多的风车。发现我每次的行程都很幸运，没想到在这里邂逅了一场这么美的晚霞。在20分钟的时间里，晚霞变得越来越红。我天哪！我回去要喷，它存在这里等你。我真红，真是大火烧云。
真的是太美了。现在是晚上8点半，准备去吃晚餐。没有选择在这里吃，而是在网上团购了一个美食街的餐厅。美食街离这里也就几百米，正好可以逛逛布尔津的街区。这条街真是流光溢彩，分外美丽。现在到了四季美食广场，这条美食街非常热闹。这里的美食主要特色是冷水鱼。我们团购的6到8人餐390元，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尤其是鱼，几种做法非常好吃。吃完饭，我们继续逛一逛街。远处的月亮升起来了，今天是8月15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可以说布尔津小镇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美好，很美丽的一个小镇。回酒店，我们是沿着额尔齐斯河的河边。现在这里晚上的温度大概不到10度了。可以说北疆喀纳斯之旅的第1天还是非常完美的。明天酒店7点钟提供早餐，准备吃完早餐直接开往喀纳斯，路上大约要3-4个小时。这次预定了喀纳斯景区里的酒店，准备连住2晚，然后再去禾木。可以说这次赶上了喀纳斯和禾木最美的季节。如果你喜欢新疆，就敬请关注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的新疆喀纳斯赏秋之旅。今天是9月22日，这里是新疆的喀纳斯。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，我曾来过喀纳斯，并说过9月份一定会再来喀纳斯。于是在金秋9月，我又来到了这里。现在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。说你还在。今天是喀纳斯赏秋之旅的第2天。昨晚住在了布尔津小镇，今早8点就出发了。他们自驾的都是啊，他们车标都有自己的东西。从布尔津开到喀纳斯的景区入口，大约3小时。不用，我这可以的，在这个车上。景区门口的停车场还正在维修，我们只好把车停在了景区门外的2公里处，然后坐景区的摆渡车到景区门口。提前在网上买了喀纳斯景区的门票，230元，这就是喀纳斯景区的入口。现在开始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大约需要开1个小时。大巴刚开入景区，就被眼前的金色树林震惊了。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。路旁的就是喀纳斯河。蓦然又回首，
是坚强的笑。这一段路真的非常美，可惜不能下车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？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？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这是经过的卧龙湾，到永久，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。前面发现了一只狐狸穿过马路，特别漂亮的一只狐狸，好像并不怕人。将近1个小时，大巴到了景区的换乘中心。这里有一些公交车通向新村和老村。我们这次提前预定了老村的住宿，民宿离车站很近，走过去就可以了。房东特意留了一间很有特色的木屋，因为前2个月给他家介绍了一些客人，所以给我这次打了不小折扣。他家的木屋是有地暖的，所以非常暖和。吃过午饭后，我们准备去观鱼台，又买了20块钱的交通车票，现在坐小巴去观鱼台。去观鱼台的路上，景色也是比较美的。上山的路弯弯曲曲的，路上还看到不少骑马的人。小巴停在了半山腰上，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半的喀纳斯湖。感觉喀纳斯湖这边真正变色的黄叶比例并不是很高，很多都是绿色的植被，而且这边的草都是枯黄的，所以颜色没有想象的那么漂亮。上面的亭子就是观鱼台，从停车场到观鱼台大概要走1068级台阶儿。这是从半路上看到的喀纳斯湖。藏在二胎的怀抱中，那是天上的瑶池，让人醉倒在你的传说里。你为虔诚的人带来吉祥，将忧伤遗忘在你蓝色的梦境。多少牧歌荡漾在你的湖水里，多少绽放前夕在。现在登上了最高处，下面就是喀纳斯湖。湖边的树林还是颜色挺漂亮，看看水中游动的，像不像是喀纳斯湖的水怪？其实好多年了，人们也没再发现过水怪，那是游艇。就是人间最圣洁的传奇。我们同行的几个伙伴用无人机飞了一下。就我个人的感觉，观鱼台这边的景色其实挺一般的，
主要是登高看喀纳斯湖。从观鱼台下来，我们又坐景区的公交车来到了喀纳斯河这边。这个位置是喀纳斯湖公交站的左侧的河边儿。其实6月我来喀纳斯的时候，曾经拍过视频，推荐过这个河边栈道的徒步。果然，这个位置景色漂亮多了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这段河滨的徒步路只有不到2公里，想你时你在远方，终点是禾木村的老桥。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这时候的气温其实不到10度，但感觉暖洋洋的。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太阳透过金黄的树梢，当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这就是美丽的喀纳斯河。和观鱼台相比，这里的游客很少，所以欣赏美景也是特别的舒服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入眠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多美的倒影啊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前面就是禾木村的老桥，徒步的终点。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最后看看同伴用无人机拍摄的喀纳斯河。你也相信我们其实有。明天起个大早，带大家去看看喀纳斯的晨雾。